让我们出生人口数下降已经连续60个月。那总人口的这个负成长就是生不如死已经24个月请问部长，行政院是不是真的有把这个长期这个现象生不如死视为国安问题？对，它是国安问题，这个绝对影响国家未来的发展。国家少子女化到底花了多少钱？这个107到114年呢，我们投入在少子女化对策计划大概是5913亿。台湾的未来账户预计13年会花多少钱？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草案，起步是个5万第一年，然后未来每一年是1万，就是到12年就停止，但是18岁才能支领13年的总经费才3841亿，受益人高达370万人，比起那个虚设的、虚拟的、虚假的这个少子女化办公室，让这个台湾未来账户更省钱请问部长，这么经济实惠的政策，你能够不支持吗？这个说实在，我看不出哪里经济实惠啦，因为这个都是要花这么多钱，那但是对于我们的目标是少子女化的问题来讲，能够有多少的注意？我真的是有很大的问号啦。你刚刚才回答我，你花了5931亿来处理少子女化症，结果看到的数字是什么？这个行政跟卫福部一再用什么资源有限优先照顾弱势，这是一个这个错解，社会投资错解。台湾未来账户不是社会救助而是一个普及型的这个制度设计，目的是让每一个孩子建立一个基本起点，它不是针对特定的族群发放补助。好，我先请教部长，这个政策推行多久了？儿少未来教育及发展账户这106年开始推的，它8年了嘛？目前开户的是39000多位，这个是2回事的少子女化的对策那个5930亿，说实在话，84% 都是在0到6岁国家一起养，直接都是补贴到这些家庭，所以那一些预算说实在话，没有1毛钱应该要，但是你看到没有1毛钱是拿来做什么行政什么都没有，那个都实质上是到家庭的身上。对这个儿少的教育还有这个未来发展，我们值得再来检讨，看看如何调整。这个我们倒是应该要积极来做的。